我以为他应该比我更成熟稳重，但慢慢发现他做事从不思前想后，也不和我沟通，而且强势霸道，到最后还是我给他解决所有问题，但他从来都不念我对他的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规划，我觉得没必要每件事情都告诉他。和他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他对我一点都不真诚，还和我耍心眼，这是我不理解的。有请这对情侣，有请。小王22岁，来自广东，个体；小刘28岁，来自广东，美容院店员。欢迎两位哈，怎么认识的呀？我跟他是在单位上班认识的。哦，谁追的谁？当时是我追的他，他就是人吧，就是比较热情，而且比较贴心啊。我上班的时候有一些难题嘛，比较难解决的，他就会热情的帮我。哦，那今天为什么而来呢？就是他比我大嘛，我觉得他就是应该比较成熟懂事一点的。但是后面相处之后，我才发现他处处对我耍心眼，把我甩得团团转，我就真心玩不过他。什么事儿啊？你说的怎么这么深奥啊？来说说。就是当时我们在深圳工作嘛，上班上得好好的，他突然就离职了，也不跟我商量一下。后面他才跟我说，是因为家里面有事儿要回去处理一下。那个时候他也没有跟我联系，但是突然有一天他就发了条信息过来，要跟我借5万块钱。我就问他干嘛要借那么多钱，他也没跟我说，就是支支吾吾的回答不上来。我觉得不靠谱吧，所以我就没借给他。他还特别的生气呢。那我是跟我闺蜜开了美容院赔本了，我肯定要找你借钱啊。开店去了？对，不是家里有事儿。因为那个时候我觉得他一个大男人，他又不懂我们的美容行业，所以我就没告诉他，我是想给他个惊喜嘛。但是后面失败了。他问你借钱的时候跟你说理由了吗？他什么事也没说，他就支支吾吾的回答不上来，就说先借我5万，有急事儿啊，所以我就不敢借给他呀，因为我觉得这个事儿不太靠谱啊。哎，你别说他年龄小啊，警觉心还有啊。因为那个时候他离职了，也不跟我商量一下，那个时间也不跟我联系，那你突然就跟我说开口要借5万，那我当时肯定是很纳闷啊，而且我也有点生气。那个时候就是他不懂嘛，我就不想告诉他，我想成功以后再告诉他，然后给他个惊喜。行，其实我就是觉得他在跟我耍心眼，就是怎么会有这感觉呢？因为那个时候我没借钱给他，他就特别的生气，而且就是跟我冷战嘛。我觉得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后面我就找到她的闺蜜，我就问她最近美容店的生意怎么样，她说他们已经把她踢出了局。那个时候她还跟我说了一个事情，让我特别的生气，就是她说他们当时创业的时候没有告诉我，是因为等创业以后就是想把我给甩了。我当时听这句话我就真的很生气。这不都她闺蜜说的吗？对，她闺蜜告诉我的。哦，那个时候我跟她还有聊天记录呢。其实她说的很清楚，就是这个意思。明白。对，那这个闺蜜有搬弄口舌之嫌。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有一个事实是坐实的嘛，就是她跟闺蜜之间已经有了经济上的利益冲突，对吧？对。所以闺蜜再说这些事儿，我觉得可考虑可不考虑了吧？她就是诚心的，创业失败了嘛，赔完钱以后闹翻了，她就想搞破坏，挑拨离间。我觉得她就是在耍心眼，因为那个时候我听到这句话，一开始我是很单纯的，我相信了，我以为她就是跟她说的一样，就是她闺蜜跟我们挑拨离间关系。但是后面我又想，因为我跟她闺蜜也是认识的嘛，然后她就是可能也不会来骗我，然后她说的有可能是真的。嗨，这恋爱谈的行，借钱让你觉得他在耍你，还有什么事儿你觉得他在耍你？还有一次就是我们在一起快1年多了，带他回去见父母表现，但是他一去到我家里就什么都不干，坐在那里玩手机。然后那个时候我妈煮饭什么的比较忙，他也坐在那里就是不去帮忙，打下手什么的。当时我也很生气啊，然后我跟他说，他觉得他还自己很有理呢，就还生气了。我觉得我第一次上门就是客人，我就不应该干活的，我是想着结婚以后再干的吧。那这个跟他耍心眼有什么关系吗？我觉得他吧，就是在跟我们耍心眼啊。而且那个时候我都跟他说了，我带你回来只是看你一个态度，不是说让你干什么活。但是我觉得就是在找借口，就是不想干活，以后也不用干活那种。就是我起步的时候我告诉你我是懒的，你们要接受我以后也逃避干活。对，他有时候你想多了吧，小子，我怎么打破头我也想不到这一层。
就是我觉得他就是老爱跟我耍心眼，而且他特别沉迷穿汉服，我觉得他穿的特别难看，不符他这个快30多岁的人了。这个是我的爱好，你应该支持我的。刚开始我是支持他的，那个时候我也给他买过1、2件嘛，但是他后面呢就是越来越着迷了一样，买2、300的他觉得还便宜，他就是不喜欢，他偏要那种5、600的，一个月下来他要买7、8套，我就很不理解呀。但我就是喜欢啊，就想挑贵的买，因为贵的有质感嘛。他每次买了汉服之后吧，他就是喜欢拍照，但是他拍照呢，就是很喜欢拉了一群男性朋友出去拍照，然后后面被我知道了之后，我就感觉我特别生气，因为毕竟我是他的男朋友嘛，他这样拉了别人出去拍照，算几个意思啊？就是他跟其他的异性去拍汉服照，没跟你说过？没有跟我说。所以你说这是他骗了你，耍心眼儿。那我叫你去的时候你又不去，那我就找别的朋友去喽。你叫他去过是吗？我叫他去，他不愿意去。哦，那我就找别人。因为我觉得他这个汉服根本就不好看呀，一点都不符合他现在气质。其实我也有私心，我就想气一气他的嘛。哦，你拍什么样的呀？有照片吗？我也带过来了，给大家看一下吧。你看他那个动作，我就感觉这个容嬷嬷似的，一点都不好看。可是我真的喜欢啊，就是想他支持我啊。我是真的不喜欢，而且我觉得也特别不好看。行吧，那听明白了呗。从女方创业失败之后，双方开始出现了很多分歧，对吧？也不怎么沟通。那现在你们是个什么状态啊？现在就是我回老家创业了嘛，我老家是在梅州的，他在深圳上班。哦，那还是有点距离的哦。那为什么没有跟他回家一起去创业呢？我还想把我的美容行业再搞起来嘛，我就不想跟他回去，我也不想他回去。你为什么不想他回去？因为异地恋不长久，我就想每天看到他嘛。你现在创业多久了？我现在已经半年了。半年了？对。那你们这半年是个什么状态啊？经常吵架吧，有时候2天一小吵，3天一大吵那种。咋吵？在哪儿吵啊？微信里啊？对，微信里面找，因为他这个人吧，就是控制欲特别强，而且特别想拿捏我。现在不是已经异地半年了吗？你们见过多少回？也就才1回而已。谁看谁的？我比较主动去找他的。你都没去看过他？为什么不呢？我也要上班，我也忙。好吧，那要继续异地下去，你会怎样？分开吗？看情况吧。你呢？我觉得我还是挺爱他的。如果他就是不要跟我耍什么心眼，稍微真诚一点。他还跟你耍过什么心眼了？不真诚，你反反复复说这，我没听出来啊。我觉得他这就是跟我耍心眼，因为通过就是这几件事情嘛，我就发现他说的跟他说的就是不太一样。不是，就是创业是一件事儿嘛，对吧？对。还有一个就是去你家比较懒嘛，不像是耍心眼儿。今天来到底是为什么呢？我就是想他能改变一下自己。不要老是花钱大手大脚，因为他买汉服老是让我给他买。那你都不买给我，什么才能证明你爱我嘞？爱不爱不是通过花钱来衡量的。姑娘，我问你啊，有考虑过结婚吗？考虑啊。考虑过他吗？考虑吧。考虑吧是什么意思啊？要是他愿意为我付出，我是可以的。那你家里没催你相个亲什么的吗？催呀。当时就是有一次吵架嘛。那个时候他就是可能是也是无意间他就透露出他去相亲了，一听这话我就特别来气，他这是把我当备胎一样那种。我承认我就是去相亲了，但是我也是被迫的，因为我也到年龄了嘛，也需要结婚，但是我们现在异地恋，家里也不太同意，我才去相亲的，然后我也是应付了事，我不是真心想去相亲的。我觉得他应该要做出点改变，不要这样子，就是老是跟我耍心眼啊，创业失败了才想起我来了。他就是其实这个坎儿你过不去是吧？对，他就想着什么时候创业成功了，然后就把我甩了。哦哟，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你非要跟他在一起呢？因为我觉得吧，感情也是来之不易，然后我也还是感觉我自己还是挺爱他的。你爱他什么呢？就是我觉得他这个人其实本质上也还行，就是不是说特别坏那种，就是有一些毛病需要改一下。因为有些事情他其实都是没有跟我说。接着我帮你问，你愿意他回深圳陪你一起创业吗？那也行。什么叫那也行啊？如果他那边可以的话，我也可以去他那边。哦，他那如果创业好了也可以去是吧？因为我们之前就是协商好的，就是两边同时创业，就是看谁那边的起子好一点，我们就是。所以双方都在跟对方留背手嘛。居然相约彼此在不同的城市去创业，谁创成了就投奔谁，好像在做一场创业的竞赛。他们口口声声都说我们还爱着对方，喜欢对方，
但是这样一段关系，它还是一段爱情关系吗？应该怎么相处呢？我们来听听老师们的建议，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如果你们是在恋爱的话，我只能说恋爱质量真的不高。首先啊，你们的这个信任会因为闺蜜，而且是散伙以后的闺蜜，有矛盾的闺蜜，一面之词，就开始怀疑自己的女朋友了。你们之间的信任根本不牢靠。你是怀疑她骗你钱吗？我是怀疑这样是这样对。你已经怀疑她骗你钱了，你知道这是本质上的不信任吗？也不能说是吧。不，你对你女朋友的几个评价已经不是一件事儿、一个缺点的评价了。如果你说她身上有一个缺点，我希望她改正，这是一个小的不满意。你对你女朋友的评价都是人格层面的。你知道耍心眼儿在人格层面，这是一个全盘否定吗？这人不老实。你反复说她在跟你耍心眼儿，然后你还说你爱她。我觉得他就是因为创业失败了嘛，那时候他就是想创业成功把我甩了，然后创业失败了就想起我来了。这个怀疑来自于她的一个闺蜜给你的一番短信息，对吗？而且他创业的时候，你是在从别人的嘴里去判断你的女朋友可信不可信，是吗？那别人的闲话多了，今天张三说一句，明天李四说一句，你都信？然后第二个，你对你女朋友真的缺乏基本尊重。照片放出来，就是一个女孩子爱美，你当着所有人的面说像容嬷嬷，你不觉得你女朋友很没面子吗？她的男朋友声称爱她的人跟我们说，自己的女朋友拍的精心的照片，打扮以后的照片像容嬷嬷一样，你又从容貌层面根本否定了你的女朋友。你从人格层面不信她，你从容貌层面否定她。私下也就罢了，当着我们，你觉得你这个恋爱谈得好吗？可能你付出的很多。刚才我听到一个细节，一个月挣5、6千的情况下，一个月要给女朋友买6、7套汉服。我问一下，是你男朋友掏还是你们两个分担？他掏。这就是你身上我特别没法认同的一点。你的原话是：他不给我花钱，怎么证明他爱我？然后你还真在恋爱阶段就花他的钱，这就是你觉得他爱你是吗？你们两个的恋爱质量真的不高。那就分了吧。大家三观都不合，你坚定的认为谈恋爱就得男朋友花钱，但我们有时候也会相互的呀，因为有时候我也会给他花钱。但是刚才你所说的是，我就是要找他借这个钱，他帮我赌这个债，他就是得为我花钱。如果他不为我花钱，说明他不爱我。你认为这种观点是对的，可你男朋友认为，我觉得女朋友跟我在一起，她不能找我要那么多钱。然后我觉得我的女朋友跟我在一起，不能向我借钱。同样，我觉得我的女朋友她如果创业做任何事情，必须要跟我说明，且经过我允许。你们两个完全观念不合嘛，干嘛口口声声说爱呢？而且男生，我觉得刚刚就雷老师说那一点，真的，如果一个人在别人面前总说自己爱的那个人各种不好的话，那就是不爱。你不要说因为你们在一起，你天天说他这儿不好那儿不好，你天天说你看我还是跟他在一起，我结了婚我还跟他谈着恋爱，我还为他花钱，但心里就是不爱。你越做越为他花钱，你心里觉得自己越委屈，你已经不认可他了，你觉得他就是在图你的钱，那就分开吧，真的都已经异地了。然后我想跟女生说，谈恋爱的时候彼此花钱，我觉得没问题。但是如果你是在谈恋爱期间找别人借大笔的钱，真的这个行为就会让别人怀疑你动机不纯。你觉得你还从他那儿能借到
闹翻了。男朋友口口声声说你耍心眼，你有没有觉得自己在人际关系里面出现了问题？你觉得以你的现在这种人际关系的能力，有没有可能性创业成功？你有没有觉得自己和别人之间的交流沟通以及共情的能力其实是不足的？我觉得这是一个要严重调整的一个事情。没有人可以是一个孤岛的。我不知道你以前经历过什么，也不知道你整个生活状态里面发生了什么，但是你现在整个状态是不正常的。和人之间的情感关系当中，我们不说完全坦诚以对，完全的敞开心扉，但至少沟通是有来有往的，不是我心里面觉得你不靠谱，或者我这个东西不需要你知道，所以我就可以骗你一句话，从此以后就没头没尾没交代。所以别人对于你有任何的评价和想法，都是源自于你自己的表达。你没有任何的表达，也没有任何的沟通，在这个时候，别人怎么来理解你的？所以无论是感情也好，创业也好，目前来看几乎是一定失败的。因为恋爱是人际关系，创业也是人际关系，所有的一切你是脱离不了人际关系的。你不把这一点调整好，没有办法在社会上面存活下去。至于你，我觉得你现在已经真的是不爱他了，就是你完全放弃了和他沟通的努力，你都没有试图再去沟通了。我知道他沟通很难，我也感受到了，但是你现在已经直接在下定义了，你没发现吗？就是你没有去试图去真的去把这个真相给搞清楚，而是直截了当就给他下定义，你是这样的，你是那样的，变成了一种评价，变成了一种审判。那么你怎么能说你是他男朋友呢？无非就是他身边没有别的人嘛，只有你存在嘛，所以你可以把自己定义成你的男朋友嘛，所以你是因关系而关系。你们这段关系已经名存实亡。我觉得比较严重一点的是，姑娘，我觉得你不要依赖这段关系，就是他和你之间的感情是很淡漠的，你应该去好好的调整自己，让自己去感受一下人和人之间的感情和关系究竟是怎么样的，不同层级的感情是怎么样的，然后怎么样给别人回馈，怎么样去感受别人的好。至于你，我觉得你说清楚吧，分手就好，就这样。在这个关系里面，确实看不到男生对女生的爱了。你就是这样，平常就是惜字如金吗？还是今天不太想说？你还爱他吗？没人相信了，即使爱也没有人相信，因为你做的所有事让他和你周围的人看不到那段爱。怎么选择自己去定，我希望你今天你能说实话，让我们一起进入真情60年。其实刚开始我认识他的时候，我觉得他人是挺好的，但是后面吧，可能就是相处的时间长了，然后也不怎么沟通了。我发现就是沟通方面缺少了很多东西，然后他有些东西他也不跟我说一下，也是缺少真情吧。有时候可能我也是没有真的去沟通吧。后面我发现他也是就是不怎么跟我说话了，而且也是感觉就是到处就是耍我一样。唉，就这1分钟的交流，两个人都没找到跟谁说话，连交流对象都没找到。你不是应该跟他说吗？你干嘛跟我们说呀？唉，不爱了就走吧，别那么勉为其难。谢谢两位，请回吧。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我们栏目组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0223606301，有情感困惑的观众可以来电报名，不收取任何的费用，小心被骗。接下来就预测一下结果吧。我觉得男生应该是不会出来了。我会觉得男生要出来，女生不出来，双不出。我觉得呀，有可能双出。来，我们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请开门。我估计5万块钱一没借，这姑娘就在自己那个词典里把这个男生就屏蔽掉了。行了，今天也算是做一个了结，
与其稀里糊涂的说爱和不爱，不如明明确确的一刀两断，这样一别两宽，各自欢喜，找到属于你们自己的幸福。谢谢各位老师的分享，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